然后你的刀呢就往下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比较用力把接骨直接斩断，往前面割开你的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想要为各位示范如何把一只鱼变成生鱼片。这影片总共分为4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会做器材的介绍，第二个部分去鱼鳞跟去鳃，第3个部分是取肉做3枚切，第4个部分是清修去骨。完成这几个步骤呢，你就能把一条鱼变成生鱼片了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做器材的介绍。你需要有一个打鳞器，这是用来刮除鱼鳞的。这个东西在五金行都买得到，非常容易取得。再来是镊子，镊子这个前面的部分呢，是用来拔除鱼刺用的，后面呢是用来刮除脊椎骨上面的血，所以你需要一个镊子。再来需要一个抹布，建议大家抹布就用白色的，这样如果抹布上面有脏脏的，或是有血没有洗干净，你一下就会看到。然后每次使用完呢，都一定要仔细的清洁干净，然后用稀释的漂白水泡过之后，把它晾干。等你下一次要杀鱼的时候再拿出来。那这个抹布呢是专用的，这中间都不要再做其他的使用，以避免细菌感染。然后接下来是刀子，刀子呢你需要3种类型的刀。第一个就像这样的尖刀，它非常的尖，然后呢，这个刀身非常的窄，它是用来去鱼鳃用的，非常好用。因为有一些鱼它的头很小，像这样的尖刀才能够很有效率的把鳃取下来。接下来是像这样子的圆弧形的刀，这个圆弧形的刀刃呢，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取肉用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直的刀，但是圆弧形的刀好处是呢，你在取肉的时候，它同一个时间接触鱼身体的面积很小，所以它能够降低你取肉失败的几率。那有时候我们刀水平没有拿好，切肉的时候肉会切歪，那这时候呢，你的肉就取得不漂亮。所以说，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，我建议就用圆弧形的刀。再来，你会需要一支很长很直的刀。它主要是用来去掉鱼皮的。那大家会想说，这个是来插那个切生鱼片用。其实生鱼片用什么刀切都可以，对，你只要刀够力就好了。好，介绍完刀之后呢，有人会说，那我需不需要花大钱去买刀呢？其实是不必要的。在这边跟大家做建议啊，如果你有那个钱，你想要买一把好的刀，不如先把预算花在好的磨刀石上。因为你需要一个好的磨刀石，把你的刀磨得非常利。好，器材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示范去鱼鳞跟去鳃。今天示范的鱼呢是黄鲫鱼，在鱼港买到的时候，它非常非常的新鲜。那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呢，是用冰箱运送的，所以它的眼睛呢已经冰过了，所以有一点点呢不透明的状态。但不是因为它不新鲜，是因为我在运送过程中已经把它冰得过头了，然后它身上的鳞片是非常完整的，然后呢黏膜都还在，摸起来呢有一种黏滑的感觉。那这个黏滑的感觉是这个鱼天生它保护自己的一个黏膜，只要鱼死亡6个钟头以内，这层黏膜都还会在。好，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就来去鱼鳞。在家去鱼鳞呢，因为这个鱼鳞会喷得到处都是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准备一个塑胶袋，然后你把这个鱼放进塑胶袋里面，再开始去做去鱼鳞的动作，它就不会喷出来了。那去鱼鳞呢，我们就用加速来把它带过去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拿到旁边来洗一下。然后再检查一下，像这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边缘的地方，这几个地方都是容易鱼鳞没有刮到的地方，我们就检查一下。如果发现有没有刮掉的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刀子再做一些强化，把这些地方的鱼鳞彻底的把它刮除，尤其是这个边缘的部分。
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刮好，你等一下在做取肉的时候，你就会很不方便。好，再说一下它的鳍哦，大家注意到这个鱼的鳍，它其实非常尖锐，这边可以看到它很尖。那所以在处理的时候，你会一不小心呢被它刺到，那就会流血。流血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细菌感染的问题。所以我个人习惯是，我在处理鱼的时候，我会先把它这个尖的鳍全部都剪掉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或者是你可以戴手套，但是如果你戴那个布的手套，如果你是很大只的鱼的话，它一样会刺穿你的手套，会很痛的。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鱼的鳍，有尖尖的部分，我们都把它剪掉，这样你等一下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。然后这个鱼尾巴你大概也不会需要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剪短。好，去完鱼鳞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去鳃。鳃很简单，这个鱼头这边它有个盖子，我们就把它拨起来。然后拨起来看到它两边这个盖子是可以这样拨的。那小只的鱼啊，你很简单，你就拿着你的尖刀，从它这个圆圆的边缘的地方，慢慢的这样子划刀，因为它原本是跟这个鱼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，是密闭的。所以你就这样割开来，沿这条线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你就稍微用一点力，然后你的刀呢就往下压，把这个鱼原本这个地方跟头连接的地方你就割开来了。我们刚刚那样一下压，割开来之后呢，你一样，你的刀顺着它另外一边圆形的右侧，一样沿着它的这个身体慢慢的把它割下来。那今天这个鱼是没有经过放血的，因为今天就是纯粹呢示范一个去鳃的动作，好，所以说这个等一下画面会比较血腥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。好，那这边呢这个地方呢鱼鳃它有总共2个连接点，一个就是在头的部分，那这种小的鱼你可以直接用拉的就把它拉掉了，大点的鱼你就需要一刀把它割开。那另外一个连接点就在于它的头下面，那这种小鱼也是一样。你可以直接用拉的，就把鱼鳃拉起来了。好，鱼鳃就下来了。没有经过放血的鱼呢，它的血真的非常的多。好，那因为我之前的影片全部都示范的是放血过的，那我今天为了要示范一般居家在使用的，我就没有放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肚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鱼肚的下面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洞。这个洞就是它的排泄口，我们就从这地方下刀，微微的向前滑，到滑到这个地方都非常软，都非常好下刀了，一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所谓的鱼下巴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硬骨，到这个地方你就需要用点力，好，把它滑过来，那这力道蛮高的，所以在你滑的时候，你的手千万不要放在前面，有可能会伤到自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个示范。好，这个尖刀从这个排泄口进去以后，你的左手要顶进你的鱼，接着你就开始慢慢的往这边画。好，这边都很容易，画到这边就有点阻力了，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用点力。那如果这个尖刀这时候不好用呢，你就改为这个大支的，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往前面送，好，就整个割开来了。我们就看到从这个下巴到这个部分都割开了，打开以后你就看到这个鱼非常肥哦，这个东西它就是鱼的肥油哦，它不是内脏，所以冬天的鱼呢肚子里面打开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油，然后我们就把内脏取走，这个是油，然后这个是肝，然后有个小小红色的是心脏，心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稍微看一下，它如果有寄生虫的话，你就会看到，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寄生虫过，好，所以但是我通常会检查一下内脏，看一下有没有寄生虫。好了之后呢，你就把鳃跟内脏都取完了，这时候我们要做清洗，清洗之前呢，大家注意看到，在鱼这个底下呢，它这个是腹膜，它原本是保鱼体的这个
密闭。好，那腹膜的下面就是鱼的脊椎骨，脊椎骨就是它血流在流的主要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要用刀子把这个腹膜割开，一直听到嘎嘎嘎的声音，确定你已经割到脊椎骨了。好，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等下洗的时候要把这个脊椎骨里面的血全部都清洁干净，好，以避免等一下在那个取肉的时候，那个血会沿着你刀一路抹在整个鱼的身上，这样吃是很不好的。好，你看刚刚这边全部都是肥油，这个都是油，所以现在这个手非常的油，就很像你在捏那个猪的五花肉一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清洁。好，那我们就清洁完了，因为这清洁的影片之前的那个影片当中很多都有拍过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做示范了，就是拿着你的这个镊子从这个地方一直刮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的血刮出来，然后如果这个脊椎骨这边呢也有一些血块，就把它刮干净。好，那刮干净之后，我们就把整个鱼擦干。鱼一定要擦干，如果你不擦干的话，在切的过程中它就会滑动，滑动的话你有可能会弄伤自己。好，那你就是把这个血全部都擦掉。OK， 擦得越干净越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到了第3个步骤，我们要来取肉。取肉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把头给切掉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头哦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，在这个鳍跟下面这个胸鳍的部分呢，这2个连接处有一个三角形的，这一个三角形的部分里面是硬的骨头，所以它不能做生鱼片。那它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下巴，鱼下巴，但是它头的上边这边是可以做生鱼片的。所以说在我们取肉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头跟下巴直接先切下来。好，我们就扶着这个下巴的部分，确定一下这位置，然后你下刀的地方就是这一个鳍的后侧，然后一直延伸到下面这个鳍的后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先割下面这个地方，注意我的手一定要握在前端，不要握在后端，你会被割到的。好，这边很容易，往前之后，这上面一样，再往前割。往前割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脊椎骨。这时候呢，你就稍微用力一下，敲一下。好，这时候不要直接把它砍断，砍断要在对面。然后注意的，我这边刀稍微往前面送一点。这个时候你这个刀要割超过这个中线，这样子你等一下翻过来鱼的时候，你可以对准那个刀口，切起来就会非常漂亮。好，这边已经切好了，接着转过来，一样跟刚刚前面的位置。我们稍微推一下，看出这条线，然后这上面会看到这个中间刚刚你砍过来的地方，你上面呢就差不多对齐这条线，然后一样沿这个地方，先把下巴的地方剪下来，然后一样拉到这边来。这时候你遇到了脊椎骨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比较用力把脊椎骨直接斩断，这样子你的头跟下巴就下来了。那这个部分你要煮汤或烤都可以，我们就先放到旁边。好，去了头以后的鱼肉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取鱼肉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的构造。鱼的构造是这样，这中间是脊椎骨，这中间有一条最粗的骨头一整排，它就沿着这个鱼，沿着这个脊椎骨一路往后面延伸。然后下面呢，它这个腹部的骨头就跟人的肋骨一样，它是圆弧形的，贴着内侧，然后到这个下面地方一样有直直的骨头往后面延伸。那在前端的部分有这样水平的骨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取肉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刀先从这边取，接着在这边取，然后打横，再把中间的刀这个骨头呢一次的往旁边都把它切断。那我先来做个示范。在取鱼肉之前呢，要用抹布把你的刀子呢擦一下，主要是让它有一点湿，有一点滑，因为这鱼很肥，所以你在
割进去的时候，它鱼体里面的油会咬住你的刀子，这时候你的活动上面会比较困难。那这边再解释一下，你在取肉的时候要注意，并不是这样子刺，也不是用砍的，它是用平行滑动，也就是用割的动作来割下这个鱼肉，所以你不需要用蛮力，你只要微微的割就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先看了这个地方，这个是鳍，在鳍的内侧，你们看到这个骨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它的骨头的开始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鱼呢，你最好不要很平行的从旁边下去，因为你会卡住它这个软骨组织，你的下刀会比较难下。然后呢，它这样子的角度会不够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差不多从这个地方用这样子一个45度角进去呢，它刚好跟你的鱼皮是成90度，这样子下刀的时候呢，很轻松就可以划进去。划进去之后，再把你的刀转成平行，沿着这中间的骨头一路慢慢的往前面送。好，我示范一次，用你的左手固定住你的鱼体，让它微微的翘起来，这样子你更好的下刀。然后记得我说的平行的滑动。好，我们先选定了这个下刀点之后，我们就这样子平行的滑动去割，用割的往前面推，不要用刺的，要慢慢的割。好，我们已经下刀之后呢，大家看到这个刀口就是沿着它这个的最边的边缘下刀，一直到这边来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刀改成水平，直直的往里面送。然后记得不要太用力，就是这样子滑，慢慢的滑。好，然后滑了之后，你就会看到它这边就是沿着这个骨头一路滑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你就会听到咔咔咔的声音。这时候呢，你就是遇到了脊椎骨的部分了。然后遇到脊椎骨的部分，你就可以停下来，因为脊椎骨大概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接着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记得擦一下你的刀子，让你的刀子呢比较滑一点。这个地方一样，你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呢，在上面先划出一刀来，然后接着呢平平的往里面送。这边你可以像这样子看，它就是沿着它这个边骨的地方这样子划，好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就是它这中间的这个骨头，跟这边是一样的意思的。不过我这边有一点没切好，等一下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你没有放血的话，你往里面刺的时候，鱼的身体里面是都好饱含血液的哦，这就是没有放血的这个坏处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取下这中间的肉，我们就把这个刀从这个地方往对面送。然后通常我们都是从鱼的尾巴的地方往前面送，因为这个中骨啊，只有在鱼的前半有，后面这一节是没有，中间是没有骨头的，所以我们就这样送。记得这个地方不要割断，你这个割断，等一下我们不好抓住这个鱼。好，转过来之后再往前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用你的布抓住你的鱼尾巴。这个不要割断，原因就是你这时候抓住，因为鱼皮很滑，你这样抓住会抓不稳。那你的手千万不要放在前面挡着，因为你这个刀往这边送的时候会砍到你的手。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子抓住，由后面往前面割开你的鱼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割开之后呢，我们在最后在这地方给它一刀，让它割开来。那割完的鱼就长这样，这就是单边的鱼肉取下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放在旁边。接着我们把另外一半的鱼肉也取下来。
那一样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，慢慢的滑，慢慢的滑。好，那你刚刚如果鱼鳞没有取好的话，没有去掉的话，这时候你在滑的时候，你会卡到很多鱼鳞。进去以后一样，就用一个比较平行的角度，慢慢的滑。那你左手呢，能够稍微拨进来一点点，把这个鱼肉分开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在割肉当中，这个东西就都是鱼油，它是非常油腻的，所以就代表这个鱼其实蛮肥的。好，接下来另外一半这一边一样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先一个高角度，把鱼皮先割破，然后平行的往里面送。好了以后呢，一样是这个角度往里面带，后面鱼皮不要割断，我们往这边，然后抓住它的尾巴，往前面。好，这样子中间的骨头取下来，后面割断，翻过来，另外一面的肉取下来了。这一块就是我们刚刚切下来的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腹部的腹骨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做生鱼片的，因为它接触了内脏，还有它下面的地方是它的排泄口，所以这个地方不要做生鱼片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它修掉。然后这个是鱼身体的中间这个地方，它有一整排的中间的骨头，也就是血核，等一下我们会把它修掉。那腹骨要清之前呢，就用刀子沿着这边有个尖尖的骨头的边缘，先画出一刀来，然后你可以反过刀来往后面画，尽量把它这边先区分开来，你比较好下刀。下刀之后呢，注意看你的角度，这个鱼的骨头是圆弧形的，所以你下刀的时候是先这样下，然后随着你刀越来越下，你就慢慢圆弧这样，到最后是平平的，把刀送出去哦。示范一次，像这样子来回，你会看到这个地方都有一些腹骨，你就在这个腹骨下面微微的用力，把这个腹骨呢都割掉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到这最下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边边啊都不要了，基本上这下面都不要。好，这个可以拿去煮汤，或者你可以拿去烤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腹骨，好，全部都削掉了。削掉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去除这个血核的部分。血核在去的时候，你刀这样子下去的时候，你会遮住你的视线，所以说要去的这一条的肉呢，你就维持在上面。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血核这个地方下刀，然后你就一样用个沿着它这个边边这样子划，慢慢划，不要用压的，慢慢划，慢慢划，你的鱼肉就划开来了。OK， 这个就是腹肉。接着背肉部分一样，我们把它转过来，因为我们要看着这个血核，然后这个刀用这个刀尖的部分下去以后，不要削掉太多，削掉太多就有点可惜。好，一路沿着它这个血核的部分往前面滑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是血核，这中间就有刺，有一些刺。那这个东西也一样拿去煮汤。去皮的时候，先从尾巴的地方往下压，慢慢一点点，不要太用力，往下压，压到什么地方？压到你把鱼皮肉出来为止。那这边还不够，你就稍微再往前割一点，然后你会看到红红的肉，红红的肉呢，就是这个鱼肉最后跟鱼皮连接的时候，它会有一层红红的肉。你看到这红红肉，知道这个鱼皮到了。然后呢，你就稍微的往前面带一点，然后注意这刀的角度，它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用你的左手用力的往旁边拉，并不是用这个刀去把鱼皮割断，而是用你左手的力气用力拉，把鱼皮拉离开你的鱼肉。然后这个你的刀子的部分呢，只是在做一个固定的动作。好，越新鲜的鱼会越难拉，我们就这样用力拉，拉完大概就这样。
这边大家看到这个就没有拉好，拉好的情况下呢，这个胶原蛋白都会留在这上面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有点丑，但是还是可以吃的。腹肉呢，我们再示范一次，一样从尾巴的地方下刀。这个鱼蛮油的，所以要擦一下，慢慢下刀，然后慢慢的看到鱼肉，接着往前面送，往前面送一点。然后到你的刀可以平行的时候，就用大拇指把你的刀压在砧板上，接着你的左手要拉，像这样子拉，好，拉完就像这样子，这个皮已经拉掉了，这一层就是它的胶原蛋白，摸起来非常的黏滑，都是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以上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做完了，这4条肉等一下就可以开始来制作生鱼片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的人麻烦订阅一下，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。下次见，拜拜。